今天咱们呢，这个学这个斧劈皴。这个斧劈皴呢，就是这个石头啊，它这个石头这个面儿像斧劈过的一样啊，像斧劈一样的话，咱们就得用侧锋来画，用侧锋画出来以后像斧劈的似的啊。这个侧锋呢，画这个斧劈也叫面皴。实际上啊，这个皴有那么几种方法，一种是线皴，像披麻皴呐、解锁皴呐，这都属于线皴。那个呢，基本上都是用中锋或者小侧锋来画。像这个还有是点皴，比如说雨点皴，是点的皴。这种呢是面皴，是一个面一个面的这么皴下来的。像这种皴呢，它这石头啊也得先勾形啊。那勾形呢，一般的都是比较坚硬的石头，所以说咱们勾形的时候啊，都是比较刚硬的那种石头的这种形态啊。你要是画那种披麻皴的，都是圆润的那种石头形，这种是比较刚硬的这个石头形啊。所以说咱们在勾的时候呢，用点方折笔啊，用点方折笔呀，这样来勾这形。当然也有大的也有小的啊。然后再用这种侧锋，你看这侧锋呢，别从这头侧下来，要从这儿。为什么从这儿开始侧着往下走呢？因为上面是个面儿，它这有上面，有这个前面啊。画的时候呢，要错落的这么去画。长一点的是属于长斧劈，也叫大斧劈；短一点的是短斧劈，或者也叫小斧劈啊。这个石头呢，它有时候这个石头啊，它有长有短，咱们根据情况呢，也可以用大斧劈，也可以用小斧劈啊，这么来画。主要是表现石头这种刀劈斧凿的这种感觉啊。那咱们蘸墨呢，实际上也是属于这个笔尖蘸墨多一些个，笔根蘸墨少一些个啊。虽然说这个斧劈像这个斧劈的石头，实际上啊，它也有这个湿一点的、干一点的这种变化啊，也有干一点、湿一点的这个变化。往往在画的时候呢，这一笔呢，先重的放在上头，也可以稍微的横一下啊，横一下的感觉呢，就是这儿有那么一个面的起点啊。你看横一下，上边跟下边就一个明显的交界线，就好像咱们画素描有一个交界线似的。亮面跟暗面交界那个地方是最显得重，因为看到亮面了，这儿就显得特别重。虽然这儿和这儿的感觉呢，不是那么区别那么大，但是咱们强调一下这个面呢，感觉更有力度，强调一下啊。好，接着这儿再画一个啊，咱们看着。横过来，往下来，刀劈斧凿的感觉啊。这就是这种斧劈皴。斧劈皴完了以后呢，还可以用其他的，像这种皴擦的感觉，还要有的地方稍微擦一擦，给它修理，使它更加有整体感。当然最后还要染啊，还要点啊。咱们先走这一步，一会儿呢咱们要把它点一点啊。这种斧劈皴呢，咱们还是属于这个皴的方向啊可以变化。比如说这个是这么皴啊，也可以呢，有些皴呢是往下来，这方向可以稍微的
有些变化。那皴的每笔之间呢，也可以有长有短啊。那长的就是大腐皮，短的呢就是小腐皮，是吧？因为这个腐皮啊，在石头上呢，它是有变化的，有长有短的，所以说咱们画的时候没有必要说画一样长啊。另外呢，往往一开始的这一笔呢，就是在这个地方是最重的啊，最重的，往下呢就轻一些个，往往是这个地方是比较重啊。这个地方这个上边这个面，前面这个面，哎，侧面那面呢就可以少皴一点啊。后边呢就可以擦一擦，让它显示出这个它们之间的层次来，这都可以啊。配合一些小腐皮或者擦一擦，使这石头呢更加整。然后咱们用这个点来丰富这个石头的这个线啊，丰富它。点呢就是点在小的青苔啊，点在石头后边啊，点在石头后边。这个线长的话，咱们就可以拿它破一破啊。哎，这里头呢实际上也有点，石头后头啊。使它丰富起来了啊。使它的结构，这一点的话，这是跑前面来了，这是跑后边来了啊。你看这个石头就丰富了。我再把刚才这腐皮皴啊，再跟这儿再添一添，再画一画啊。你看这个石头呢，它的方向咱们也可以让它改变一下啊。你看冲这边来，这是冲这边的啊，给它改变一下啊。你看这儿开始皴啊，皴的时候慢一点儿，走的时候，不然的话这条线呢太快了以后看不出来了，你看太看不出来了啊。当然这个快和慢是根据这个笔上的这水分有关系，水分多了就快一点，水分呢少了就慢一点，水分多就快一点，水分少就慢一点。你看这个快一点，水分少点了，然后呢就慢一点。你看，这个注意这个腐皮皴呢也有这个它的疏密啊，比如说这个地方，咱们也可以给它再加一加，这样的话它就更有这个疏密的那种自然的那种感觉了啊，有疏有密啊。身上加一些小的腐皮，也就是丰富它们啊，丰富它们。再加一些个点儿啊，丰富这个线条，然后呢，就是更加使这个空间感增加了啊。你看这些地方凹的地方，加强空间感更加这个明显了。像这种山石啊，就得让它有苍茫感。像这个点儿呢，在这里边它起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啊。然后这里边呢还有一些个小树啊，咱们可以画一些小树。你看上边细，下边粗，然后咱们在画的时候呢，
树这边呢就可以给它交叉着，这也可以从外往里画，这都可以。它的用笔呢，就是随着这个字体怎么方便怎么去画，从上往下画也方便，从左往右画也方便，从右往左画，从左往右啊，逆着画都可以啊。这里也注意疏密啊，也注意疏密。就是葱树，这就是都是这个石头上的这个葱树。你看画这个树杈呢，它这个不是说顺的特别齐啊。你看，只要是把这个主要这个树画下来，它这些个树杈呢有长有短，有长有短，啊，而且它呢是交叉，有交叉，啊，有密有疏。你看这儿疏，这儿密，这儿呢疏一点，这儿有密，这儿有密，这儿啊，这个和这两个又形成疏密关系啊。哎，就围绕这两个石头呢，咱们就给它安排一些树啊。这树呢，不见得跟我这一样啊，让它自然一些个就可以啊。用干笔画上面的草垫子，就是用干笔呢给它滋毛。你看这个笔是滋毛的，跟这儿给它这么往下，给它搓出这小草啊。因为上边啊可以就这么接着抻那么几层啊。上面没有必要就是画的都特别清楚，是吧？哎，只要是上面给它用这种干笔给它搓一搓，这就是山上的那些个草丛啊，草丛。然后在这些草丛当中呢，咱们再给它稍微的露着点石头。当然，这种石头露出来就是比较就是不是很全啊，就是这儿露出点，那儿露出一点来啊。你看露出这些个，然后再用这种斧皮皴再皴。像这些个草丛呢，也没有必要那么清楚啊，就让它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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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也不是说特别的均匀。像这些石头呢，也是在这草丛旁边露着空的地方，给它稍微的加一些个。这些东西啊，都是属于似有似无，哎。让他注意什么呢？注意也是注意疏密。你看这两个离得近一点，这两个离得远一点，这儿又离得远一点，哎，让他有这种疏密感就行，啊。上边呢，也可以露出点这个岩石，
哎，这些个呢都是属于都是草啊，都是草。在远处呢，用这个蘸墨法，笔尖儿稍浓，中间稍淡，哎，给它画出远山。这种远山呢，是属于这个墨骨法，主要的作用呢，衬出这个山体来。啊，像这些个都是属于朦朦胧胧、朦朦胧胧的。哎，用这一衬的话，这种朦胧感呢，它这山形就有了啊。画的时候呢，这地方有点尖儿的山，这儿呢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坡的山，啊，比较圆圆的坡，让它有这个变化。染这个呢，就是加强一下大的明暗效果，哎。通过这么一染，你看它的层次、它的前后、它的这种村的这种连接啊，还有包括这个云，也都出来了，是吧？你看这些个染凹的地方，这不是层次吗？啊，通过这个染呢，还可以把那个小瀑布给它挤出来。你看这个。小瀑布，小瀑布没有必要画那么大啊，画那么重，哎，远处这个云也通过一染，也就挤出来了。